男嘉宾武先生33岁，来自山西搬运工；女嘉宾龚女士33岁，来自湖南营业园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结婚多少年了？11年。一山西的，一个湖南的，怎么在一起的呀？在网络上认识的。认识多久结的婚啊？1年多。刚开始结婚在山西住了1年，后面一直在南方。哦，回你老家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啊，觉得没尊严了？怎么没尊严了呢？说说。就像我们第2个小孩一样。啊，你们现在有第2个宝宝了？对，我2个小孩。啊。老大是？老大也是儿子。啊，那老二也是儿子。对。啊，行。第2个孩子呢，现在是跟我老婆这边姓。为什么会能跟他姓呢？不是你还得同意吗？他跟我闹离婚呢？因为我姐姐呢也是嫁到贵州去了，跟我妈妈是断绝关系，所以呢我妈妈就有那个想法嘛，想要一个家里面有个男的，男的的话就对她来说的话就是很大的事情。现在不是已经跟夫人姓了吗？是吧？没办法，非要跟我闹离婚啊，只能妥协了。你们怎么到现在这年代还有这思想啊？我说我是俩孩子嘛，就一个跟先生姓，一个跟太太姓，挺好。后面拿离婚这个事情跟我相比，明白。反正事实上是说，二儿子跟了夫人家姓了，是吧？你心里不舒服。对。你认为他偏向于娘家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？啊，第2个就是说，我们结婚10多年，一直都是在南方这边生活。2个小孩呢也是在，我老婆他们家里边啊，包括说过节啊、过年呐，各种事情，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包括白事喜事，很多事情啊，都是在女方这边过的。我父母也就我一个独生子，我还有一个妹妹。哎，你们年节也不带着孩子回家看看爷爷奶奶吗？10几年了。为啥呀？不回去看呢，也是说诸多原因吧。啊。导致我很排斥回那边。啊。我们结完婚之后嘛，我们就回了南方这边，因为那时候我在珠海那边上班嘛，没多久就怀孕了。怀孕之后呢，就辞工，因为工厂里面的那个化学物比较严重嘛，我怕导致那个小孩子啊身体不好。辞工来我家过了1个年，回到他们家呢，3天，我们就出去逛街，逛到很晚，而且是一家人都去了，就我公公没去，我婆婆啊，还有小姑子我们都去了，他就没有顾及我的感受。到了下午6点钟的时候没车了哦，我们是走路回去的，走路回去也没打车，他们家住在矿上。走路好吧，没关系，但是他走路从来不顾及我，我还怀着个孩子，跟着屁股后面屁颠的去追他们几个，他跟我婆婆还有我小姑子3个人一路聊回家，走得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，我跟不上他们的脚步，我就生气了，我就坐在那里。他跑过来不会说安慰一下我，或者很温和的来问一下我，他很质疑了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坐在这里啊？我就听了心里面很……就在你怀孕期间没有顾及你的身体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他就只顾着跟他妈妈呀、妹妹一直往前走。4人去的时候，我要去找医生啊，找医生联系，还要签字、签协议，赶快给他忙的要去剖腹产啊，怎么的，去整这些事情。所以在这个事的问题上，你是希望他顺产还是剖腹产啊？我要看医生的一个意见。行，那就先生做的还可以。我躺在那个检查台上面，没人扶我，也没人管我，我婆婆啊她呀都没在，我就一个躺在那里动也动弹不了，都没人照顾我，我就想着我就心里面越来越那个不舒服，越来越寒，我就这样子。你是在忙着，对，走手续是吧？对。妈妈没陪，是这意思吧？妈妈也在那里。那他怎么会说就一个人在那儿呢？我妈妈也不是在忙什么，我也搞不清楚当时。所以这个心里面是有芥蒂的，因此不太想回去，是吧？对。还有其他的原因不愿意回北方？还有就是坐完月子之后，因为我老公住在矿区，底下全部都挖空了嘛，就怕地震，所以呢就要搬迁。我们老房子已经倒掉一边了，但是我后面一拆了之后呢，我就没地方住了嘛，所以呢，我婆婆就把我搬到那个老房子里面，已经倒掉一边了，只剩下2间房子了，房子墙都是裂开的，有缝的那种，就要我带着孩子住在那里，因为他们这边坐月子的男的都不能在家里面，公公也不在家上班去了，我老公呢，他也去市里面上班去了。每天不回来的，我婆婆就把我弄到那个房间里面，我可以说是一天是饥一餐饱一餐，我一天就吃1餐饭。哎，那时候呢，我在奶孩子，根本没东西给孩子吃，我在那里住了4个多月，
我想起那个事情我就想哭。哦。所以3天还给我打死，我也不想回那边去生。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在这边生。所以您现在说的这些理由是不想回到他的老家去生活的理由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因为那边什么都没有，到现在都没有，房子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所以我不想回去。你们不是现在你是想回北方吗？小片里对吧？就这些现实问题你考虑过吗？我也考虑过很多方面，我征求他的意见，在外面能拼搏几年，哪个地方能赚几年钱啊？回去怎么去安顿？那你们在湖南现在住在哪儿？我们是租房子住。所以先生会觉得说，反正在这儿也是租，回我那儿也是租，是吧？除了这个你们争论的这种所谓的到底在哪儿生活，谁偏袒于谁，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好吗？只要不提家里面的事情的话，我们感情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只要谈及这个回山西啊，我们2个就会吵，而且有时候那个吵烈越演越烈，就会导致2个人就出口而来，就是离婚，以前常人家常便饭了这2个字。那你对夫人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觉得这么多年了，一个脾气呢，慢慢的越来越大，动不动对孩子就是不是吼就是骂，这也是我来到这个节目呢想去解决的一些问题。你解决啥？你管孩子不就完了吗？觉得他带的不好，你来带呀。他是不打算想跟我过的样子。您是想离婚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，孩子在旁边哭，他也要把这个游戏玩完了。才去弄，而且我呢又在忙其他的事情，我其他事情没有玩完，我都赶紧去弄孩子，所以我的个脾气控制不住，所以我就爆发出来，并不是说对着孩子来发，其实我发脾气呢就是发给他看的。明白。那也就是说您心里是有离婚的打算的是吧？对，有这个想法。那么没有提出离婚或者说没有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孩子。我不想让孩子没有，就是爸爸妈妈不在一起，对孩子造成一种心理阴影。第二一种的话呢，其实他也有对我好的地方，过生日啊，像情人节呀，他都会有小礼物，所以我也是挺感动。还有再感动一点的话，不论在任何一个人面前，不论是打电话也好，他都叫我宝宝。我觉得的话，这些地方是挺让我留恋，也挺让我感动的地方。不论我脾气多大，他每次都是先妥协了。就是他还会让着你，是吧？对。你今天来到底是想干嘛？我就是想让他跟我能去把这家庭能过好，不要动不动就老是离婚，老是挂在嘴边。不是光你经常说离婚啊？不是挂在嘴边。去民政局去了好几次。为什么？其实这一件事情呢，也是去年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。我是铁了心的到民政局去跟他离婚的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去年本来我是开开心心的，刚好生完孩子嘛，孩子也有半岁多了，我想带着2个孩子一起回山西去，给我公公婆婆看一下，很高兴的带着大的抱着小的呀回到那边。我小姑子她妹妹就也是看到我们回去了，想一家人团聚嘛，她就立马回到家里面。第3天我们就吵架了。为什么吵架呢？是小的那一个回到北方水土不服，感冒啊发高烧，一个晚上呢就我一个人抱着，他就跟妈妈妹妹呀3个人钻到房间里面聊通宵，也没说过来看一下我，也没说过来问一下我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表示一下，连送口水到我手里面都没有。我上个厕所我都是抱着孩子上厕所里面去，因为孩子不舒服嘛，比较闹嘛我就这样子抱了一个晚上。4、5点钟的时候他们才聊完，而且是背着我的，在隔壁房间就聊嘞，关着门聊嘞。所以我心里就不舒服，你们聊什么？要聊到4、5点钟，还要背着我聊，你当着我聊不行吗？我就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想法了，我就有怨言了。后面呢又看到小孩子又生病，你们连一个人都不来管一下，也一个人都不来问候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家里面的药啊那些东西放在哪里。早上的时候呢才问到我婆婆，楼下就有一个那个诊所，包到诊所里面给孩子弄了一点那个退烧药啊，吃了点药，孩子就舒服一点点的了。好，他看到孩子舒服一点点了，他就立马就带起他妹妹，带起我大儿子，说要去洗澡，半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就回来了。好，他们一出去到了晚上6、7点钟都还没回来，你是要我怎么去想呢？是不是？我就生气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们洗个澡，洗黄间澡啊，洗这么久，洗了1天才回来，我就不高兴。后面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我说婆婆，宝宝现在舒服一点了，我昨天1个晚上没睡啊，今天抱了他1天了，等一会儿孩子睡着了，我跟他睡一下，晚上我就不吃饭了，你忙你的就行了。我婆婆呢就比较健忘，就到门口一直喊我，金花吃饭呢，我就跟他摇手，因为我怕我说话我孩子就醒来了。
我就又没话说了。第二次我婆婆又喊我嘛，又喊我，我就没有搭理她了。第三次又喊我，好啊，他们兄妹两个就不乐意啦，他就跑进来质疑我，你怎么了？妈妈喊你为什么不应呢？你现在又怎么了吗？又生气了？怎么的？又质疑我。好，他妹妹就在外面的大厅里面把碗一砸，筷子一砸，撩得老远，就这样子，就在那里骂骂咧咧。他说我回来就是个祖宗，伺候我还伺候的不余贴，吃饭了都不出来，就在那里骂。就是因为这个是吧？后面他就还过分了，后面兄妹两个站在门框那里，一边一个，他妹妹手指指的跟我在那里叫板，我就那个火气一上来，我就说既你们觉得我在这个家里面不尊重老爷或者怎么样，那我们就离婚。我说你们就给他找个一个山西的，找个一个本地的。我说我这个外地媳妇受不起这个家，我就这样子说了，气坏了。好，他妹妹就跟我赌咒，好，你不跟我哥哥离婚的，你不是个人。我最气愤的，他站在那里，他也不去制止他妹妹，容忍他妹妹跟我赌就跟他哥哥离婚，不离就不是人。我说我尽量我不跟你哥离婚，我不是个人，我出门被车撞死行了吧？我就跟他妹妹这样的赌咒。好，第二天听明白了。第二天我就拿着东西我就跑民政局了，我就跟他离，我也找。听明白了。就还是家里这点小碎事儿嘛。对。对，都是这样的小事。就是因为这个事情。你们俩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靠什么？两个一起上班呢。他工作算勤奋的吗？工作算努力的吗？还算努力，算勤奋。行，那你给这个男人一个总体评价吧。评价他主要一点就是打牌、喝酒、抽烟，再就玩游戏，其他的呢，我也不想怎么去评价他。您是想好好过这日子？对。妻子我相信也想好好过，是吧？对。但是你们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才叫好日子，怎么才能把这日子给过好了？对。理解的对吗？对。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女性一个最不好的东西，大家知道什么？就是忍。特别委屈。我觉得暂且不说你老公如何做的不到位，但至少你作为我对你可能厉害点，但是我是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和你谈，就像陆琪在用他的方式和男方谈一样，我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，但同样我觉得更多需要沟通的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扉打开，因为你心扉里积怨太多了，明白了吗？对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想要幸福，要学会争取，也要学会妥协，更要学会权衡。结了婚，既然两个人是合着活，那无论是对方的家庭还是自己的家庭，双方的家庭都要做给对方看。他的家庭有千般不好万般不好，你有些该做的面子你还是得做，要不然你干嘛要成为他的老婆呢？你得让他心里在看日子怎么过。我们能说的也就这些，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考虑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宝宝，其实这么多年以来，你吃这么多的苦跟着我，像您刚刚所说的，我们一起去打拼，一起去第一个目标，先把房子买好，不管买在哪里，我觉得还是在北方那边生活，这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必定我们要该回去，对吧？另一方面呢，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感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每次都是因为家庭当中一些琐碎的事情去争吵，争吵了不得没完没了。我觉得没这个必要。还是像刚刚主持人也好，像评委老师跟我们讲的也好，我们真的按照这样的计划目标去做，才能去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、美好的爱情。很多坏习惯、坏毛病，我一定去改。刚刚主持人说的很对。我哪有这些，还有心思去玩这些东西？两个孩子该去拼搏，该去努力了，真是这样子。哎，行吧，还是在北方呢。其实非常简单，哪个城市更适合孩子的成长，就去哪个城市。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哪个城市更有你们自己发展的机会，就去哪个城市。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。好吗？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